曾是我国领土，苏联曾承诺1995年归还海参崴，为何至今未归还？清朝时期，我国曾失去大量领土，海参崴在中俄北京条约后被割让给沙俄。苏俄成立后曾表示会归还中国领土，为什么海参崴至今未归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海参崴现状。海参崴就是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，它位于东北亚地区的阿穆尔半岛最南端。海参崴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驻扎基地，该地临近日本海，周边分别是乌苏里湾、大彼得湾和阿穆尔湾。该地区的城市以及港区基本位于金角湾沿岸。金角湾的南侧是东博斯普鲁斯海峡，海峡对面是俄罗斯岛。海参崴人口大约60.5万，面积约331.16平方公里。海参崴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东部起点，该铁路于1891年开始建设，1905年建成通车，全长超过9000公里，中间经过赤塔、鄂木斯克、叶卡捷琳堡等城市。它的建设为西伯利亚带来了资金和技术，使西伯利亚的农业得到极大的发展。在10月革命前，西伯利亚的谷物产量占沙俄的17%。同时，铁路还带动了工业的进步和资源的开发。西伯利亚的冶金、采矿、木材加工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，进而拉动了整个俄国的经济。海参崴是俄罗斯远东最大的港口和贸易港，港口的货物年吞吐量达到1000万吨。该港口主要的运输货物包括矿产、粮食、日用品、建材、机械等。在俄罗斯影响范围包括太平洋沿岸、北冰洋东部、库页岛、千岛群岛等地。海参崴气候温和，是著名的疗养胜地。临海的地理位置，连绵起伏的山丘和茫茫林海，为海参崴带来了清幽的环境和秀丽的风光，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俄罗斯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大量游客。我国是如何失去海参崴的？俄罗斯国土向西到达波罗的海沿岸，向北抵达北冰洋，向东连接白令海峡，西南方向与黑海、里海相通。面积1709.82万平方千米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。但是该国发展的起点莫斯科大公国只有2.4万平方公里，这证明了俄罗斯对土地的狂热。俄罗斯的领土扩张可以体现在对出海口的追逐。17世纪，俄罗斯势力逐渐扩张到远东地区。当时中国正值康熙年间，清廷忙于平定三藩，沙俄趁此机会侵占尼布楚等地区，以此为据点修筑军事设施，开始对黑龙江下游的持续骚扰。三藩之乱结束后，康熙派兵巡边，中俄爆发雅克萨之战，清廷驱逐沙俄军队。双方在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，规定以外兴安岭、格尔毕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，黑龙江以北、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，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地区均为清廷领土，乌地河地区为代议地区。但是沙俄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蚕食，只是由明面上的军事入侵转变成暗中渗透。1860年，清政府在第2次鸦片战争中失败，沙俄趁机逼迫其签订中俄北京条约，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海参崴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走。沙俄得到海参崴之后，立刻将其改名为弗拉迪沃斯托克，意为统治东方。此后，俄罗斯开始在海参崴地区建设军港，逐渐使其发展成远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和城市。在海参崴的建设过程中，沙俄雇佣了大量中国工人。随着这里的繁荣，不少中国人移民海参崴。到1900年时，海参崴已经有大约30万中国人。义和团运动兴起后，沙俄开始武力驱逐当地华人。1912年，中华民国成立。为了防止西方列强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，民国政府承认了清政府所签条约和赔款，也就承认了海参崴、库页岛等地被割让的现状。海参崴为什么没有回归？1917年，俄国10月革命胜利，共产主义政权苏俄成立，新生的苏俄国内在物理上打成一片，封建残余势力疯狂反扑，国外还有英国、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仇视。邻国波兰因为历史上的灭国之恨，对其发动战争。在内忧外患之下，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，苏俄曾在1919年和1920年发表宣言，召会北洋政府，表示愿意废弃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，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。
但是当时的中国也是内忧外患，军阀混战，北洋政府无力对边界加强控制，收回领土的机会转瞬即逝。随着苏联政权的稳固，苏方就没有再提起归还领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苏关系大起大落。1950年，中苏签订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，获得了苏联大量帮助。也在1951年和1955年分别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。但是随着中苏交恶，海参崴的归属问题也无从谈起，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。网上曾经有过苏联要将海参崴归还中国的说法，但是并没有相关的官方文件证明。对于苏联而言，海参崴的地理位置太过重要，它是苏联难得的不动港之一，周边资源丰富，还能加强与朝鲜、韩国、日本等国的交流，在军事和经济上作用都无可替代。因此，苏联不可能将其归还中国。中苏东段边界协议在1991年5月签订，规定中苏东段大致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，海参崴并未体现。1992年2月，我国人大批准该协议。此时，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，接手了两国边界协议，经议会批准后正式生效。所以，苏联和俄罗斯对海参崴的主权是得到了中国认可的，海参崴已经失去了回归的可能。